哟，老三、弟妹、二哥、老四吃饭呢？啊，怎么了？一块儿吃吧。哎，我来。是我把二叔、四叔请来的。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家老爷呀，正要把这1000两银子交给你们东院呢，正好你们给我们做个证，以后啊，咱们就两不相欠了。三哥，这银子呢，先不忙交，啊。你也知道，咱们祖上是有规矩的，这任何契约上不加盖市义堂的大印，这都不作数，啊。那就把印盖上去。我不要银子，我只要股份。三哥，那东儿不愿意，就别硬逼着人家东儿把股份卖给你了。可大哥亲口说的呀，1000两银子卖给我，你们咋不听大哥的呀？爹这么说，并不是他的本意，只是权宜之计。大哥一言九鼎，怎会戏言？老三，大哥和我们断绝关系，那是为了保全我们，演给外人和官府看的一出戏而已。现在既然市义堂的大印在此，我看你啊，还是遵从祖上的规矩，别再惦记那7成股份了。这不是？哎呀，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大活人还能被这规矩给框死啊？弟妹啊，你有何高见呢？我哪有什么高见呀？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皇上都换了好几个了，这吴家也散了，这市义堂大印束手束脚的，还不如扔了算了。怎么说话呢？这市义堂的大印可是我们老吴家祖上留下来的，谁要是敢不遵，那就是叛祖逆宗。祖上定下的规矩，谁都不能改。那既然二哥四弟这么说，我也没啥说的。三叔，那我们约个时间交接吧。交接什么呀？三叔已经承认东院占股7成，那作为最大股东，我宣布，从下月起，3元典当行交回东院打理。这账目货品总得交接一下吧？我们南院啊，打理得好好的，我看没这个必要了吧？有这个必要。夫人，咋了嘛？你怎么这么轻易的松口啊？7成股份，2万多两银子，就这么没了。哎呀，那大哥在世的时候，我要钱，大哥给钱；我要生意，大哥给生意。大哥虽然现在不在了，可是咱也不能做得太过分啊。那再说了，我们吴家确实有这规矩。如果是大哥找咱们要，咱们无话可说。就算是盖了印，咱们也还。我就知道你有情有义。你听我说完。可现在明明是你大哥要给，那寡妇要我们还，怎么着？你也是吴家的三叔吧？怎么就让一个小辈的女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呢？你大哥现在走了。论吴家剩下的人，论排行，你是老2；论实力，论威望，你可是老大呀！你怎么能让一个排不上号的寡妇给压住了呀？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是输了这一招，下一招无论如何也不能输。那经营权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还回去。可他是大股东，他说换谁就换谁，我没有办法吗？我有办法。娘，怎么样了？哎，总算是把典当行给要回来了。谢天谢地。那老2、老4的那几样也要回来了？
娘，为了争取二叔和四叔，我擅自做主，把他们手里的契约都盖上示意堂大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都不要了吗？这可都是钱啊！二叔手里也就几个做布的客商，我们的商号都被没收了，要那客商来做甚？那还有应收的账款呢？我让王世军查过了，也就几千两银子。而四叔那边的欠款，你再怎么逼他，他也还不出来，还不如盖个章，通通一笔勾销，送他一个人情，他们才会心甘情愿的帮我把典当行要回来。老二老四也帮了忙，没他们帮忙说话，那三叔能轻易答应？话说回来，现在真正值钱的只有这典当行了。若经营的好，一年能赚上万两银子，到那时，我们东院的生计可就不愁了。但我听说了，典当行自打开启，每年分红最多也只有2000两银子。所以啊，我要回来自己干。你做？现在只有我啦。娘，你先歇着，我还要去跟王世军商量交接的事儿呢。哎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你也该歇一下了。千头万绪，不敢歇。那你千万要小心，记住，你可不是一个人了。放心吧，娘，我知道了啊。看不出来，我们家少奶奶有点能耐。你们都听到了，她说她要自己做生意，但她是个女人，能行吗？她也没做过呀。我看行。如果一年真能挣个上万两银子，那我们娘儿仨，我们东院就不愁了。